欢迎来到望月书斋。人生最大的遗憾，或许不是失去，而是错过。1000多年前的长安城，一个刚刚在科举落榜的书生，心情郁闷地走到郊外散心。一次偶然的邂逅，却写下中国文学史上最经典的一场错过。故事的主角叫做崔护，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人生，历史留给他的记载并不算多，但就是这场相遇，却让他的名字流传千年。时间要回到1000多年前的唐代，那一年，24岁的崔护满怀希望地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，却不幸名落孙山。落榜的打击让他心情非常郁闷。到了清明节这一天，他独自一人漫无目的地走到城南的郊外散心。走着走着，春天的暖阳让他觉得有些口渴。这时他看见前方有一户农家，院子四周种满了盛开的桃花。他走上前，轻轻敲了敲柴门，想讨一碗水喝。出来应门的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少女。少女端了一碗水给他，崔护喝着水，忍不住看着少女。少女也倚着桃树，默默地回望着这个清秀的书生。两个人互生好感，却没有太多言语，甚至连名字都不知道。但有些相遇就是如此奇妙，一句话都不必多说，却足以让人记上一辈子。喝完水后，崔护离开了。临走前，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。或许当时的崔护心里想着，也许下次再来还能再见面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有些转身就是一辈子。回乡苦读1年后的崔护，在隔年西元796年又来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，并且顺利高中进士。放榜后正值春暖花开，他满怀期待地循着原路，再次来到了城南的这户农家。当他抵达时，院子里的桃花依旧开得无比灿烂，但那扇曾经为他打开的柴门却挂上了一把冷冰冰的锁。他敲了很久的门，始终没有人回应。周围的邻居告诉他，这户人家早就搬走了，少女也不知去向。在那一瞬间，崔护的心彻底空了。他站在门前，久久没有说话。院子里的桃花依旧开得灿烂，可是那个曾经站在桃花树下的人却已经不见了。于是在极度的懊悔与失落中，他提起笔，在少女家紧闭的大门上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年的《题都城南庄》。整首诗是这样写的：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一样的清明节，一样盛开的桃花，可是去年还站在桃树下的那位女子，此时却已经不在了。那一刻，崔护终于明白，有些人错过一次就再也见不到了。而人面桃花也成了一句广为流传的成语，用来感叹景物依旧，却已物是人非。后来有人实在不忍心故事如此遗憾，于是在传奇小说里替崔护补上了一个浪漫的结局。故事是这么写的：传说崔护题完诗离开后，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位姑娘，于是又回到了城南。没想到才刚走进那户人家，就听见院内传来哭声。他从姑娘的家人口中得知，那位姑娘回家后看见了崔护留在门上的题诗。他这才知道，原来自己思念的人也曾经回来找过他，但偏偏两个人又一次错过了。姑娘因此悲伤过度，最后病倒，甚至一度传出死讯。崔护悲痛欲绝，来到他的身旁，不停呼喊他的名字。
结果奇迹发生了，姑娘竟然苏醒过来。经历这场波折后，两个人终于没有再次错过。最后在家人的成全下，两人终成眷属。这个故事流传极广，甚至被写进许多戏曲与小说。但很可惜的是，它大概只是后人的美丽想象，因为真正的历史早已沉没在岁月里。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位桃花树下的姑娘后来去了哪里，也永远不知道崔护是否真的再次遇见她。但或许这正是题图城南庄最动人的地方。1000多年后，当我们读到这首诗，心里依然会泛起一丝淡淡的惆怅，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里或许都有过那样一次再也回不去的相遇。桃花每年都会再开，但有些人离开了就真的不会再回来。我们总以为人生还有很多时间，下次再约，下次再聊，下次再说。可是人生很多时候等不到下次，所以题都城南庄留给我们的或许不只是感伤，还有提醒。珍惜眼前的人，珍惜每一次的相聚，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一次见面会成为最后一次。这里是望月书斋，感谢您的观赏。如果崔护的故事有让你想起生命中的某个人，欢迎按赞订阅，给我们一个温柔的鼓励。我们下次再见。